婆婆生二胎后，开始算计我的遗产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反正你也没孩子，以后你的遗产就都是我儿子的。我生日给自己买了个金镯子，婆婆知道后指着我鼻子骂：李优，你现在花的可都是我儿子未来的钱，这么铺张浪费，你还要不要脸呢？我还没死呢，就惦记上我的遗产了，到底是谁不要脸呢？我直接气笑了，还好我提前做了公证，死后遗产全部上交，不是你的钱就一分也别想惦记。我老公罗福查出梗阻性无精症，试管好几次都没怀上，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们没有告诉父母，对外也称不想要孩子，想做丁克家庭。婆婆却以为是我不愿意生孩子，瞬间爆炸。什么狗屁丁克家庭？女人哪有不生孩子的？不生孩子那还叫女人吗？我坐在沙发上有些生气，罗福耷拉着脸回呛他妈：女人怎么就必须生孩子了？我和李优愿意一辈子过二人世界不行吗？这孩子我们还就不要了。见儿子生气了，婆婆也不再说话，只是小声嘟囔了一句：没孩子香火断了可咋办？那天从婆家出来，罗福就一直替他妈给我赔礼道歉，并求我千万别说漏嘴他无精症的事，还许诺之后再也不会强迫我回婆家了，也不会让他爸妈再因为这事多说我一句不是。罗福思想封建传统又好面子，不想让人知道，我也能理解，因此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这之后，我因为工作繁忙，也没再见过婆婆。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安稳度过了，可没想到3个多月后，一个重磅炸弹传入我的耳朵。我刚下班，就收到了婆婆的轰炸视频电话：悠悠，妈怀孕了，老中医说我肚子里这胎还是儿子。婆婆咧着嘴，一边说一边将镜头下移，对准她的肚子：这孩子来的不容易，你要跟妈一起珍惜。我早都想好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反正你也不愿意生孩子，以后你的遗产就都是我儿子的。婆婆的嘴像机关枪一样扫射过来，但话里话外提到的都是我的遗产问题，这明摆着是故意的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父母经商，我从小耳濡目染，又赶上好时候挣了点钱，因此开了家上市公司，年收入几百万。后来我爸妈相继生病去世后，我遇到了罗福，和他在一起也是觉得他这个人上进踏实，人品不错，值得依靠。和罗福结婚以后，我给婆家买东西也从不手软，就连婚房也是我买的。婆婆是农村出身，平常喜欢在我这里占点小便宜，这些我能理解，也不会跟她计较。可这次竟然直接就惦记上我的遗产了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于是我直接回呛：妈，你生孩子跟我的遗产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绝经了吧？会不会弄错了？一听这话，电话那头的婆婆瞬间急了，扯着嗓门就吼了起来：绝经怎么了？绝经我也照样怀孕了，不像有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都快30岁的老女人了，却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真是丢女人的脸。我虽然年纪大了，可我还能生二胎呢。反正你不愿意生，就得把遗产乖乖留给我儿子，这样也算你给我们老罗家赎罪了。听到这话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可能不知道，并不是我不愿意生，而是他儿子不能生。刚要和老太婆好好理论理论，手机却被罗福顺手抢了过去。妈，你别乱说话了，什么赎罪不赎罪的，悠悠是我老婆，你别总跟她过不去，你还是好好养胎吧。罗福说完挂了电话，陪着笑脸哄我：老婆，我妈就是那种人，她不了解情况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你放心，她那些话就是嘴上说说而已，咱们离她远一点，
眼不见心不烦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公主可不能生气哦。罗福说完，拿出了亲手给我做的草莓慕斯蛋糕，替我庆祝。我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，为了哄我，罗福又是下厨又是拖地洗衣服，我的气也消了大半。毕竟我也以为婆婆只是嘴上说说，便没把这件事放心上。吃过晚饭后，罗福被叫去公司加班。我下楼遛弯时，看中了一只金镯子，5万块钱，也不贵。想着今天生日，便想买只金镯子送自己当生日礼物，一时高兴，我顺手发了个朋友圈。可我没想到，婆婆看到我的朋友圈后，凌晨12点直接杀到了我家，一进门就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李优，你买那么贵的金镯子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赶紧拿去退了！”我有些无语，我花我自己的钱买的镯子，凭什么跟你商量？婆婆甩了甩腮帮子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连声音都抬高了8度：“什么你自己的钱？你现在花的每一分每一厘可都是我小儿子未来的钱，买个镯子就要花5万块，那以后我儿子拿到的遗产岂不是也要少5万块？你自己算算，照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我儿子以后还能当上富二代吗？况且你一个女孩子家，都结婚了，还有什么好打扮的？我看你那些名贵化妆品以后就不要买了，钱省下来都留给我儿子。”人无语的时候还真是挺无语的，头一次见到这种厚脸皮吃绝户的人，我直接被气笑了，撸起袖子刚要开骂，罗福及时出现拉走了他妈。过了一会儿，罗福又来哄我，让我不要生气，我妈就是怕你买东西被人骗了，我已经说过她了，她也知道错了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老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不想扫了自己的兴，所以没再说什么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不早了，让你妈回去吧。我刚说完，婆婆就抚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唤起来，我肚子疼。福子，妈今天怕是要在你家住1晚上了。罗福扶住他妈，顺势将目光看向我，语气卑微：“老婆，你看妈她刚怀孕胎还不稳，要不就让她住1晚吧，明天一早我就送她回去。”话点到这里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毕竟是高龄孕妇，万一出点什么事也不好。可我没想到，就是这一念仁慈，直接把我推下深渊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去上班时，提醒罗福尽快送他妈回家。罗福点点头，说他办事让我放心。可等我下班回来后，却被家里的景象惊呆了。婆婆不仅没有走，反而叫了一大帮亲戚住进我家。我回去时，他们一大帮人正围在餐桌旁打牌，桌子上还有我新买的鲍鱼龙虾。屋子里一股烟味，甚至地板上还有几坨恶心的浓痰。见我回来了，婆婆热情地招呼我：“悠悠，你叔叔婶婶和舅舅舅妈，还有大姨二姨们，听说我要生2胎，都来看我了。你别傻站着了，冰箱的车厘子吃完了，你出去外面再买2箱回来。合着这是彻底把我家当成他自己家了呗？登堂入室还想指挥我做事，到底是谁给他的脸？”我皱了皱眉，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们要是再不滚，我就报警了。我说完，一把掀翻了牌桌，龙虾鲍鱼滚落一地，扑克牌像天女散花一样飞得到处都是。一屋子人被我这一举动吓到了，瞬间安静如鸡，只有婆婆满脸生气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李优，你就是这么当儿媳妇的吗？我看你这臭毛病都是惯的。什么你的房子，这也是我儿子未来的遗产，我提前入住有什么问题？你嫁进我们老罗家，所有的东西就都是我们家的，居然还敢跟我叫板，
真是翻了天了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福子打电话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婆婆说完，掏出手机给罗福打电话。我站在一旁不动声色，也想看看罗福一会儿怎么跟我解释。20分钟后，罗福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进门先是一愣，随即把目光转向我：“老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看不出来吗？家里遭贼了！不等我继续说话，婆婆直接抱着肚子哎呦哎呦地扑到罗福身上，老泪纵横。儿子，妈不活了！妈本来这么大年纪生个孩子就不容易，还要被儿媳妇嫌弃。她嫌弃我们是乡下的，让我们滚。她自己生不出，也不想让妈生，她就是个恶女人。儿子，妈生这个孩子也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罗家的香火呀！呜呜呜，我肚子好疼啊，儿子！几个亲戚也帮着腔给婆婆助阵。福子，你妈这么大年纪怀孕，可不能情绪激动啊。是啊，这媳妇能有无数个，可老妈只有一个呀。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糊涂呀。男人要是连自己的婆娘都收拾不妥，那说出去不叫人笑话吗？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拱火。罗福叹了一口气，有些生气地冲我开口：“李优，妈都怀孕了，你就不能懂点事吗？亲戚来家里做客，那是给你面子。你现在给我妈和大家道个歉，一会儿再买点礼物给大姨二姨他们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”我掏了掏耳朵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但不等我发飙，罗福已经率先把我拉进卧室，关上门。他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求我：“老婆，我刚才就是哄他们高兴，随口说的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忍一会儿吧。你放心，吃完饭了，我立刻送他们走。等他们走了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”罗福说完，抱着我的腿拼命磕头。我有些于心不忍，决定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婆婆亲自下厨，做了一大锅面条。罗福哄着我出去吃饭时，婆婆正在帮大家盛面条。一看到我，她脸色立马就变了，幸灾乐祸地递给我半碗涮锅底的面条，随后一边招呼大家去餐桌吃饭，一边笑吟吟地看向我：“悠悠，咱们老家有规定，儿媳妇不能上桌吃饭，你端着碗蹲在厨房吃吧。”罗福看向他妈：“这不好吧？”婆婆撇了撇嘴，一把将罗福拽去餐桌前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她一个连蛋都不会下的老母鸡，有什么资格上桌吃饭？我这已经算格外开恩了。罗福皱了皱眉，没再说话，低着头一口一口吃起了面。我心里却像吃了苍蝇屎一样难受。咣当，忍无可忍，我直接把手里的碗砸向老太婆，翻出医院的检测证明甩在她脸上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到底谁才是不能下蛋的鸡？老婆，别！罗福起身想要阻止我，我一脚踹开他。一个连孩子都不能生的男人，没资格进我们老李家的门。离婚！见我要离婚，罗福赶紧弯曲膝盖就要给我下跪。这些年他也只会这一招。可她还没来得跪下，那头婆婆就捧着检测证明，嗷一嗓子喊了起来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基因那么好，我儿子怎么可能有问题？”一旁的亲戚们也瞪大了眼睛，虽然不说话，可心里都泛起嘀咕。毕竟罗福老家那边的人都比较封建，这种事情一旦传来，那罗家在村里的脸算是丢尽了。婆婆说完，瞪着眼睛直勾勾看向我：“一定是你，这证明一定是假的，该不会是你自己不能生，就逼着我儿子做假证明吧？你这女人可真狠呐！”此刻我已经不想搭理她了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扔给罗福：“签字吧。还有，这里是我家，请你们尽快滚出去，否则我不客气。”罗福还没说话，
老太婆一把将那份协议撕得粉碎，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。离什么婚？怎么看我儿子不能生就要离婚？李优，你也太现实了吧！告诉你，离婚是不可能的。况且这房子是我小儿子的未来遗产，我们住在这里合情合理，要滚也是你滚。老太婆说完，摸了摸肚子，不管我家福子能不能生，我肚子里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。你父母双亡，又是我们老罗家的媳妇，遗产自然要全部留给我小儿子，休想抵赖。没想到老太婆死性不改，竟然还在惦记我的遗产。这次我彻底被激怒了，没有过多废话，我掏出手机直接报了警。派出所离我家不远，5分钟后，2名穿制服的警察敲响了我家的门。您好，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人私闯民宅，是我报的警。我率先开口，老太婆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似乎没想到我真的会报警，声音尖锐地朝我喊：“李优，你来真的呀？不嫌丢人吗？”我一把推开他，把警察同志请进门，并把他们在我家作威作福的照片证据拿出来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群人未经允许突然闯进我家里，还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，这应该能算入室抢劫了吧？老太婆见状，急忙指着我向警察解释：“这是我儿媳妇，我是她婆婆，而且这房子也有我儿子一半。我住在这里没有任何问题，况且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们这些当警察的就别插手了吧。”罗福也轻轻扯了扯我的袖子，劝我冷静一下，别把事情闹大。我直接甩开他，冷声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不认识这个疯婆子，而且这房子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他们这就是私闯民宅，请你们依法办案。”我说完，又拿出相关证件以及房产证，很快便证实了我的房主身份。警察了解了情况后，语气冷冷地让老太婆赶紧离开，否则就依法处理。可老太婆拒不配合，反而挺起肚子，直接躺在地上。我怀孕了，还是高龄孕妇，一尸两命。看你们谁敢动我一下！这下2名警察有些犯难，这么大年纪又怀了孕，确实不太好动手。其中一名女警察皱了皱眉，试图和老太婆讲道理：“阿姨，您别难为我们了，赶紧离开吧。况且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也没什么好处，这房子不是您的，你也不能硬住吧？您这样不是碰瓷吗？要是传出去，对你名声也不好。”这话彻底碰到了老太婆的逆鳞，气得她一个鲤鱼打挺，就从地上蹦了起来，指着女警察的鼻子就骂起来：“你个小东西，说谁碰瓷呢？她就是个绝户女，父母都死了，好在我儿子收留了她，她是我们老罗家的媳妇，这房子将来还不是要作为遗产分给我小儿子吗？我这只是提前入住而已，我住我儿子的房有什么问题？你们这群警察真是搞笑！我看你们应该抓的人是他才对。”我站在一旁，听到这话很生气。好啊，原来这家人早就打响了算盘，要吃绝户啊！怪不得当初和罗福见家长时，老太婆一听到我是独生子女，父母也相继去世后，立马就催着让我赶快结婚。老太婆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直接跑进我的卧室，把我的衣服、首饰、化妆品全部扔出门外。这房子是我小儿子的未来遗产，该滚的应该是你。我站在原地不动，只是默默拿出手机录像，心里挨个估算着那些东西的价钱。老太婆扔东西不过瘾，眼睛一瞥看到了我，直接跑过来想把我也赶出门外。我反手一巴掌呼在她脸上，真是给她脸了，连大小王都分不清。老太婆踉跄几步，一个恍惚直挺挺躺在地上，
临了还狠狠拽了一把旁边的女警察，女警毫无防备，也跟着摔下去了。另一个警察直接掏出电棍：“你这是袭警，知不知道？前面的还能说是家务事，可现在上升到袭警的高度，老太婆可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。”其他亲戚见警察变了脸色，还掏家伙了，知道事情闹大了，纷纷找借口跑了。罗福站在一旁，一声不敢吭。老太婆却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虽然躺在地上，却声音高昂，还在和警察理论：“我哪里袭警了？你看不到吗？是李优那个死女人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的，她打我。你们当警察的干嘛不管？瞎了吗？”警察脸色难看起来，厉声道：“我没看到有人打你，我只看到你袭警了。根据刑法规定，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，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这次任凭老太婆撒泼打滚也无济于事了。等到老太婆被带走之后，罗福才软声求我：“老婆，你快救救我妈呀，她还怀着孕呢。”我没理他，又递给他一张离婚协议，尽快签字吧，否则你的结局也不会比你妈好多少。看到离婚协议的内容，罗福突然暴怒，这下彻底不装了，直接指着我，恨恨地开口：“李优，你也太狠了吧！竟然让我净身出户！你这么多的资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你真以为我傻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想离婚，最少也得分我1半财产，否则免谈。”不同于以往的下跪道歉，这还是我和罗福结婚后他第一次跟我硬气，一不小心说出了大实话。看来从一开始他接近我也是奔着吃绝户来的，算我瞎了眼，竟然看上了这种恶臭男。我快速平复情绪，冷笑道：“连孩子都不能生，你有什么脸分我1半财产？就你这副怂样，就算给你钱，恐怕你也花不明白。”你，罗福气得直磨后槽牙。这房子就算是你的，那房子里的东西总有我1半吧？结婚之后，这房子里的大部分家具可都是用我的工资买的，那些东西折算成钱，少说也值个几十万。听到这话，我笑得更大声了。他可能不知道，他那份工作的水分有多大。当年罗福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大笔债，到处应聘都碰了壁，根本没人愿意要他。我怕他自尊心受挫，便委托朋友给了他一份高薪工作。朋友原本不想要他，看我面子才答应，但人家也不是冤大头，明确告诉我，以他的能力只配得到2000块钱的工资。是我为了保全他的面子，以私人名义又贴补了5万块，才成就了他的高薪梦，让他在村里能扬眉吐气，抬起头做人。如今他不仅不知感恩，还敢拿这个说事，真是令人心寒又可笑。但很显然，直到此刻，罗福还以为那份高薪工资是他凭自己的实力拿到的。懒得和他再废话，我直接给朋友发了条信息。2分钟后，罗福就接到了公司的辞退电话。电话里，对方告知他的工作是因为我的关系才拥有的，并告诉他如果得罪我，他的工作也就保不住了。不过依照我的意愿，暂时隐瞒了我给他垫工资的事情。得知真相时，我看到罗福的一张脸直接扭成了麻花状，活像便秘1个月的样子，让人觉得作呕。挂断电话后，罗福又哭着跑来求我，希望我网开一面，再原谅他一次，还说他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可我已经不想再和这种烂人多说一个字，直接把离婚协议拍在他脸上。这次罗福痛快签字了，毕竟他也不傻，一顿肉和顿顿肉还是分得清的。他这种爱面子的人，
太需要这份高薪又清闲的工作来维持他的自尊心了。何况他那方面还有问题，自己本身就是理亏的一方。签完字，我又指了指门口的一堆名贵衣服、化妆品，拿计算机按出一串数字，让他尽快把这笔钱还给我。罗福咬咬牙，给我转了一笔巨款，随即看向我：“现在你能去派出所把我妈救出来了吧？”我摊开手，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。派出所又不是我家，再说你妈是袭警，犯罪了，我怎么救她？李优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罗福刚要生气，突然接到了他爸的电话，说是找到关系能把他妈捞出来了。于是罗福又急匆匆地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我反手给朋友打了电话，表示以后不会再替他垫付多余工资。朋友笑笑，说实话，2000块一个月我都嫌给的多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站在客厅里，望着满地狼藉，心里说不出的复杂。细想这些年错付的心血和感情，真恨不得甩自己2巴掌。平复心情之后，我叫了家政阿姨上门，替我把家里收拾干净。丢垃圾的时候，我拜托阿姨把那渣男的东西也一并扔了个干净。家里瞬间宽敞了不少。这之后，我没再和那家人打过交道，开始专心工作，努力赚钱，生活一步步回归正轨。我原以为日子就要好起来了，可没想到又一记阴霾降落。离婚冷静期要1个月的时间，可到日子以后，罗福却反悔了，不仅不离婚，甚至直言要分我遗产。理由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工资里有5万块钱都是你垫付的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告诉你，那破工作我早就辞职了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守着你这么个绝户女，我还上什么班啊？以后我们一家人就靠你养了。我妈说了，只要我不离婚，你的遗产将来都是我弟和我的。老子先耗死你再说。我一直以为罗福老实本分，又是个高级知识分子，却怎么也没想到这番话能从他嘴里说出来。心寒了一瞬后，我没理他，直接找了律师帮我起诉离婚。罗福知道后，来公司找我闹，还威胁我说，如果我还是执意要离婚，他就把我的一些私密照发给我们公司所有人，让我社死。我当然不会惯着他，直接把证据交给警察。最后虽然没构成既定事实，但一看到警察，罗福瞬间就怂了，当着我的面把所有内存清空。那之后他也不敢再来我公司闹了。可离婚这事，他却咬死了要拖着我。我的律师联系罗福，他拒不配合，干脆手机关机躲去外地了。而这期间，老太婆又开始闹幺蛾子了。我刚下班回家，一口热乎饭还没吃上呢，就收到了99家的弹屏消息。点进去一看，全部都是老太婆发的链接，有婴儿车、婴儿床、提篮、尿布台、产妇卫生巾、哺乳枕、吸奶器、奶瓶、尿不湿、产褥垫，还有宝宝衣服什么的，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婴儿和产妇用品，让我看得头疼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带支付链接。看来这老太婆脸皮真的够厚，刚刚闹翻了，竟然还有脸来找我给她买东西。我嗤笑一声，刚想关掉手机，就收到了老太婆好几条60秒语音：悠悠，上次的事妈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你了。你也别和我儿子离婚了，毕竟你这种性格，除了我儿子，恐怕再没有第2个男人能接受了。那件事就过去吧，以后咱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另外，我这不是怀孕了吗？所以想提前买好备用品。我年纪大了，也不懂网上哪些东西好坏，就随便看了一些。你有空了帮我付一下款吧。我随便点进一条链接，
且不说其他都是很贵且小众的品牌用品，光一个婴儿床就要2万多，这哪是随便看看，分明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我正无语的时候，老太婆又发来一条语音：悠悠，你放心，这钱妈不会让你白给的。你和福子没孩子，以后我肚子里的小儿子就是你儿子，只要你对我们好，让他继承遗产，包括你那房子，最好赶紧卖了，重新再买个大别墅，写我儿子的名，这样早早给我儿子准备好婚房和彩礼，将来他也会给你养老的。我直接气笑了，这算盘打得还真是响呢，让我帮他养儿子，还要我把自己的房子卖了，再买套婚房，写他儿子的名，还得准备彩礼，继承遗产。这是还没出生呢，就想把我榨干呢。况且他好像搞错了吧？不能生育的明明是他儿子，可这字字句句表达的，却好像是我不能生育，求着有人给我养老似的。不过经过这件事，我也不想考虑2次婚姻了。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也挺好的。我青春年华，正潇洒恣意呢。老太婆一张嘴就想把我拖入深渊，真够恶心的。经过这么多事，我已经懒得跟她废话了，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。眼不见心不烦，可我没想到，刚删除联系方式，老太婆就换了个陌生号码来骚扰我。电话一接通，就传来老太婆尖锐刺耳的声音，震得我耳膜都发痛。悠悠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我给你发的链接你收到没有？你快点给我付款吧，那些东西过了11点就没有优惠了。我这可都是在帮你省钱。还有，我都在网上查了，普通的衣服和用的护肤品都有辐射，对孩子特别不好，所以我特意找了几个纯原料安全的旗舰店，又买了些孕妇穿的衣服和护肤品，不贵，加起来也就8、9万块钱吧。反正你将来也要靠我儿子养老，这点钱肯定不会介意吧？待会儿我一起给你发过去，你尽快给我付款呢。买房子那是你也记得。老太婆话没说完，我直接关机了。真是好大一张脸，还惯会想屁吃，张嘴就是8、9万，真拿我当提款机呢。与此同时，律师给我打来电话，说由于罗福一直躲着不肯配合，法院那边已经采取了强制召唤，估计这几天罗福就要露面了。我没说什么，直接全权委托给律师了。毕竟最近公司正在谈一个大合作项目，我实在没精力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个渣男身上。可我没想到，为了吃绝户，罗福竟然对我动了歪心思。我下班时总觉得有人跟着我，可每次回头却没有任何发现。好几次我都以为自己是工作太累，精神恍惚了。直到我的项目正式敲定，打算出门和甲方爸爸走最后一步合同，刚下楼，我才发现自己这个马大哈落下了一份重要资料，于是又跑回家去取。可就在即将开门的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门口的地垫上多了一块黄桃果肉，像是喝饮料时不小心掉落的。我们小区是单人单户的独栋模式，这根本不可能是邻居弄的。而且我对桃子过敏，从来不碰任何有关的饮品。我意识到，在我离开的短短几分钟之内，可能有人进入过我家。于是我立刻调取了家里的监控录像，果然发现一个戴口罩的黑衣男人在我家门口徘徊，但只有一个片段。因为这个黑衣男出现几秒后，我的监控设备就被损坏了。我第一反应是熟人作案，毕竟我家里的摄像头藏得很隐蔽，一般人也不会这么轻易找到。而视频里的人很明显是轻车熟路，像自己家一样。再结合开头几秒的穿搭和身材，我隐隐猜测是罗福。
而且上次的事情后，我由于工作太忙，忘记换门锁了，家里的密码也只有我和他知道，门锁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，90%应该就是他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罗福最喜欢喝饮料，而且每次都会买桃子口味的。只不过我想不通他过度伪装，又偷偷摸摸进入我家有什么目的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又重新在家里装了几个针孔摄像头，之后便去朋友家借住，没再回过家。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得以窥探到人性可怕的阴暗面。监控里，罗福正捧着一瓶黄桃罐头，坐在沙发上大快朵颐。等他吃饱喝足了，恶狠狠朝我的垃圾桶吐了口痰，最后才慢悠悠戴上手套，来到我家厨房，把一堆粉末状的东西倒进我的面粉里，搅拌之后又迅速恢复原状，确保万无一失了，他才推门离开。临走时还对着我的照片幸灾乐祸，就算过不下去，老子也吃定你这个绝户了。朋友在一旁替我生气，这王八蛋是在投毒吧？他这是想在离婚前弄死你，好直接霸占你的全部资产呢。我望着监控，只觉得脊背发凉。罗福深知我的习惯，每天晚上必须给自己煮一碗面当夜宵，而且我不喜欢外面的速食面，所以有自己和面的习惯。万幸的是，前段时间公司实在太忙了，所以我基本是在公司吃饭，晚上太累，因此一觉睡到大天亮，根本没去过厨房，这才躲过一劫。但我实在想不到，表面老实本分的罗福竟然会为了钱对我动杀念，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人性的恶。那天我做了一整晚的噩梦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在朋友的陪同下报了警。警察搜查之后发现，罗福确实在我家投毒了，面粉里面检测出老鼠药的成分，而且剂量很大，只要吃一点就会致死。我把所有的监控视频作为证据全部提交给警方，证据链完整，罗福很快就落网了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投毒且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罗福被带走那天，我刚好去警局做笔录，他一看到我，便情绪激动：“李优，你还真难杀呀！老子费尽千辛万苦才想到这个绝妙计划，没想到最后竟然功亏一篑。我和你过了这么多年，每天在你面前卑躬屈膝当孙子，你凭什么连一半财产都不愿意分给我？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应得的。”我站在原地，冷眼看向罗福，淡定地告诉他，早在结婚前，我就已经去做过公证，死后所有遗产全部上交。就算我死了，你也吃不到绝户，只能说当愚蠢和恶结合，就会变成刺向自己的长矛。如今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结果。我说完，迈步离开，他却用了好半天才消化掉这一切，最终也只能化作一声长叹，恶狠狠地对着我的背影控诉：“李优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防着我。”当天我的律师打来电话说，罗福同意离婚了，我的人生终于能摆脱掉这群吃绝户的吸血虫了。当晚我和朋友大搓一顿，朋友也是独生女，说有我这个例子在前，她也不想结婚了，觉得自己一个人也不错。再次听到罗家的消息是在新闻上，我去餐厅吃饭时，手机上弹出一条热搜新闻：6旬老人绝经假孕，竟以跳楼威逼医院还他孩子。专家称，疑似精神病患者，建议尽快送院观察。巧的是，里面的女主人公正是老太婆。视频里，她坐在医院的楼顶，一只手捧着发瘪的肚子，信誓旦旦地指着一群医护人员破口大骂。
都是你们这群无良的杀千刀医生！要不是你们非让我做 B 超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会不见了？是你们杀了我的孩子！你还我儿子！你们要是不把我儿子交出来，我就跳下去，死给你们看！”老太婆正义愤填膺的时候，脚底突然一滑，猛地从楼顶摔了下去。一名救援人员紧急上前拽住她，想要把她拉回来，可她非但不配合，还想拉着对方陪葬。对方为了自保，不得已松开手，最终老太婆还是掉了下去。虽然有救援垫，可毕竟是38楼，估计不死也得掉层皮。对此我只想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今日胃口大开，我连吃2碗面，朋友很是羡慕我，吃那么多还不胖，消化系统真是抗造啊！我傻笑，又从他碗里夹了一筷子面塞进嘴里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吃吃该喝喝。这之后，我的生活终于回到正轨。闲暇之余，我还养了一只猫，有空了就和朋友出去旅游。我想，人生并不只有赚钱和工作，钱什么时候都能赚，而人生旅途的风景，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你自己说，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婆婆将一张纸拍在茶几上，怒气冲冲地问我。我不解地拿起来，看见是亲子鉴定报告。做鉴定的人是婆婆和我女儿。鉴定报告显示，我女儿和婆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。我惊呆了，这不可能，女儿就是谢薇的，除了她，我没和别的男人接近过。谢薇是我的丈夫，也就是婆婆的儿子。我们自由恋爱，他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初恋的终结者。我只爱过他一人，也只跟他一人发生过关系。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他的？你还不承认？婆婆愤怒地说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孩子和谢薇长得一点都不像，现在亲子鉴定都出来了，你还想否认？我气地说，孩子怎么不像谢薇？你仔细看看。我不需要看，他跟谢薇小的时候完全不像。邻居们在我面前说了多少次，人家嘴巴上说的好听，你的孙女长得好漂亮啊，那不就是说她跟我儿子长得不像吗？我不需要长得漂亮的孙女儿，我需要的是我儿子自己的种。我气得发抖，他怎么就不是你儿子的种了？你问你儿子啊，我儿子早就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什么都护着你，什么都听你的。我问他有什么用？4岁的女儿看见我和她奶奶吵得不可开交，仰头叫了一声奶奶。婆婆将她一把推开，怒吼道，别叫我奶奶，我不是你奶奶。女儿吓得哇地哭了起来。我急忙抱起女儿，气愤地说，你既然不承认我女儿是谢薇的种，那你叫她跟我离婚吧，我现在就搬出去。怎么，心虚了？婆婆拦住我说，你以为搬出去就完了？我们养了这个野孩子4年，你必须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。被孩子的亲奶奶骂女儿是野孩子，我气得要爆炸。我马上给谢薇打电话，你回来算一下，这4年你们抚养孩子花了多少钱？我1分不差全部给你。谢薇莫名其妙地问，算什么钱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问你妈吧。我挂了电话，回屋收拾行李。我和谢薇的长相都普普通通，不管从哪方面来看，他不算帅，我也不算漂亮，我们跟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。但我女儿在小孩子里面却是比较出众的。从1岁多的时候开始，每个熟人看见她都说，这孩子真是集中了你们夫妻俩的优点。也有人开玩笑地说，你女儿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你啊？我笑道，比我好看就行。所以不光有人说女儿不像我老公，也有人说不像我。但是我跟我老公仔细观察过，女儿的细节上跟我们是像的。我老公自嘲地说，我好像是女儿的低配版。我大笑着说，我也是啊。
我们两个普通人却生出了这么漂亮的女儿，心里还是很自豪的。但是我婆婆总是疑神疑鬼，她每次带孩子出去散步回来，都说谁的孩子像奶奶，为什么她的孙女儿一点都不像她？孩子越长越漂亮。婆婆的疑心越重，经常在我老公面前敲边鼓，说别人都说孩子跟你长得不像，你要不要去做个亲子鉴定？我老公说，做什么亲子鉴定？是不是我的孩子？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没想到我婆婆私下做了亲子鉴定，而鉴定结果，女儿又跟她没有血缘关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怀疑婆婆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，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和女儿赶走。这时候谢薇回来了，婆婆把鉴定报告拿给她看，说：“我当初让你娶她，是看她老老实实的，长相也普通。”不是招蜂引蝶的那种女人。没想到老实人也会做出这种事情，早知道还不如你娶前面那一个。婆婆说的前面那一个是谢薇的初恋，谢薇是我的初恋，但我不是她的初恋。认识我之前，她有一个女朋友，长得很漂亮，两个人相爱了几年，但婆婆一直反对，说太漂亮的女人养不佳，容易红杏出墙，以死相逼让他们分手，还对那女孩破口大骂。女孩无法忍受，就离开了谢薇。谢薇深受打击，她后来跟我说，她那段时间几次都想自杀，但是最后还是挺了过来，因为她担心那个女孩会觉得对不起她。我和谢薇是相亲认识的，是婆婆先看中我，托我的初中班主任刘老师来找我介绍的。我和谢薇都是刘老师的学生，谢薇比我大3岁，刘老师从初一带到初3，也就是他把谢薇送毕业之后，回头又从初一来教我。刘老师是我所有老师里面最让我爱戴的，我对他也最信任。初中毕业很多年了，我都跟他保持联系，所以当刘老师跟我说，他觉得他有一个学生跟我很适合的时候，我答应去见见。相亲的时候，谢薇给我的印象比较好，我们就交往了。她也从那段恋情里走了出来。我们结婚以后，开始婆婆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但我生下女儿后，她的态度就变了，整天疑神疑鬼，说女儿不像我老公。我忽然听见我老公大吼：“你现在后悔了，后悔也晚了。你不整些幺蛾子出来，你的心里就不舒坦是吧？你非要把这个家拆得七零八落的才开心是吧？”婆婆说：“什么叫我拆得七零八落？你辛辛苦苦几年，帮别人养孩子，我难道不该帮你找到真相吗？我让你给我找真相了吗？真相就是丫头是我的亲生女儿。”婆婆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她跟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，你怎么还说她是你亲生女儿？简直执迷不悟！亲子鉴定报告。”谢薇冷笑：“您敢发誓说这是真的吗？您不就是嫌弃我们生了个女儿，就搞出这些幺蛾子，想把我老婆和女儿赶走，让我再娶一个，给您生个孙儿吗？别做梦了，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女儿，我不会再生儿子。”我默默地听着，谢薇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，看来这纸亲子鉴定报告确实有问题。婆婆吵得更凶了：“你居然说这是假的！我怎么不敢发誓？我发誓，如果这纸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”我的心跳了一下，虽然我并不迷信，但听到这样的赌咒，心里还是不舒服。婆婆毕竟是老公的亲妈，如果她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老公一定会难过。谢薇也半晌没有作声。然后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亲子鉴定报告也不一定是正确的，如果不是正规的机构，弄错的可能性很大。”婆婆说：“你还是不相信是吧？那你自己去跟他做亲子鉴定啊！
你说我找的鉴定机构不正规，那你去找家正规的。谢薇没有再理他，直接进了卧室。爸爸，女儿喊他，他抱起孩子，轻轻拍着说：“不用怕，爸爸在这里。”然后他又安慰我说：“你别听妈瞎说，我们自己心里清楚。”我打断他说：“还是去做个亲子鉴定吧，我也不想不明不白背这样的黑锅。”他想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行，那就去做一个，让妈看看他错的有多离谱。”次日一早，我们带孩子去了鉴定机构，随后我带孩子回了娘家。我没有跟父母说我和婆婆发生矛盾了，只是说带孩子回来晚几天，我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心。几天后，谢薇来接我们，她低声跟我说：“鉴定报告下来了，女儿是她亲生的。”我顿时觉得理直气壮，我要看看婆婆还有什么说的。我们一家三口回去，谢薇问婆婆：“妈，您和孩子的亲子鉴定报告是真的吗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我都发过誓了。”“你还不相信？那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？”“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！”婆婆怒了：“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生你的时候我难产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居然问这种白痴问题！那您看看这个。”她把亲子鉴定报告放在了婆婆面前，婆婆拿起来看了又看，再看看孩子的小脸，又看看谢薇，断然地说：“你们这份报告是假的吧？”我很无语，说：“妈，您认定了孩子不是您的亲孙女儿，所以哪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也不愿意承认。你们都质疑我的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，我怎么就不能质疑你们的报告也是假的？”谢薇问：“那您要怎么才相信是真的？”婆婆说：“让她爷爷再跟她做一个亲子鉴定。”谢薇气坏了：“妈，您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不可理喻，不也是为了你好吗？我就是这个意思，让孩子跟他爷爷做一个亲子鉴定。”谢薇还想再说，我拦住她说：“我同意让女儿跟她爷爷做一个亲子鉴定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”婆婆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我说：“我要让谢薇也跟爸爸做亲子鉴定。”婆婆瞪大眼睛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谢薇不是她爸爸的亲生儿子？”我反问：“我不能怀疑吗？你简直……”婆婆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说：“您自认为清清白白，在您的眼里，我是红杏出墙的女人，但我也认为我是清清白白的。我又凭什么不可以怀疑您是红杏出墙的？毕竟您跟爸已经分居很多年了。我们分居是性格不合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我如果红杏出墙，我会被天打雷劈的。”婆婆再次发毒誓，我这一次不像上一次那样难受。婆婆的得寸进尺，把我和她的婆媳感情一步一步地打消掉了。我说：“我也可以这样发毒誓，但有用吗？您一开始相信亲子鉴定，现在又不相信了，为什么？”所以谢薇说的对，您就是重男轻女，嫌弃我生的是女儿，想赶我们走。我不用重男轻女，如果她是我的亲孙女，我自然会疼爱她；如果不是，哪怕是孙儿，我也不喜欢。好，我说，您如果怀疑这纸亲子鉴定报告是假的，那您带他们再去做一个鉴定。如果最后证实我女儿是谢薇的种，我希望您跟我女儿道歉。婆婆反问：“如果不是呢？”“如果不是，我带着女儿净身出户，并给你们赔偿4年的抚养费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“谢薇，那你们就再做一次亲子鉴定，先把公公叫来吧。我公公和婆婆的关系不好，常年处于分居的状态。公公自己有一套房子，婆婆是跟我老公住在一起的。在我的眼里，公公是一个好脾气的老人，他从来不会来烦我们，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乐呵呵的，对我女儿也很好。
我婆婆非常强势，她跟我公公一见面就吵架。我们每次去看公公，她也叨叨咕咕，说公公没有为我们这个家做出什么贡献，是他辛辛苦苦把我老公养大的，我们不应该去看公公。但我老公说，他从小到大都是公公赚钱养家。婆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跟公公吵架，吵的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陈年旧事。这个时候，我打电话叫公公来，婆婆又开始叨叨咕咕，那个男人一点用都没有，做亲子鉴定反倒有点用了。我没有跟公公提做亲子鉴定的事，只是跟他说，请他来给我帮个忙。结婚几年，我从来没有向公公提过什么要求，这是我第一次请他帮忙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其实我们就在这一座城市，所以公公没多久就赶了过来。当我说了婆婆怀疑女儿不是谢薇亲生的时候，她骂婆婆，你这几十年都没有过一个消停的日子，总是疑神疑鬼，你累不累啊？婆婆还是坚持要让她和我女儿做亲子鉴定。我也希望我女儿和我老公都跟公公做一个鉴定。公公同意了，但是他痛心地看着婆婆说，老太婆呀，你会后悔的。婆婆冷笑，我后悔什么？我就是想整一个明白，为什么我的孙女不像我，也跟我没有血缘关系。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亲子鉴定中心，这次一共做了3份亲子鉴定报告，一份是我女儿跟我老公的，第2份是我女儿和公公的，第3份是我老公跟公公的。从亲子鉴定中心出来，公公对我说，委屈你了。婆婆嚷道，他委屈，我就不委屈吗？我还是你的老婆，你这么多年管过我没有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公公不想跟他争吵，直接离开了。我也不想跟婆婆待在一个屋檐下，还是带孩子回了娘家。我考虑要不要出去租房子，跟婆婆吵成这样，以后没办法在一起生活了。几天后，谢薇来了，一脸忧愁地把3份亲子鉴定报告递给我。报告显示，我女儿和她和公公都是亲子关系，我女儿和公公也有血缘关系，女儿独独和婆婆没有血缘关系，这让我很疑惑。我问，你要不要跟妈做一个鉴定？谢薇皱着眉头，很纠结地说，我妈怎么可能不是我妈呢？我也想不明白，她爸爸还有可能不是她爸爸，但她是从她妈妈肚子里出来的，怎么可能她妈妈不是她妈妈？我说，也许就是女儿和她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有问题。她点头，我也怀疑。我们还没有想好怎么把这个事情告诉婆婆，她就打电话来催了，问我老公，亲子鉴定报告怎么还没有下来？你们到底拿到了没有？拿到了为什么不敢给我看？我说对了吧，那孩子不是你的种。婆婆的咄咄逼人把我老公也气坏了，跟我说他想看就让他看吧。我们一家3口回到家里，老公把亲子鉴定报告拿给婆婆，她看来看去，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说这是怎么搞的？搞得好像你们是一家人，我倒成了外人。谢薇说，也可能是你跟我女儿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有问题。婆婆愣了半晌说，我不相信，都是在一个地方做的鉴定，怎么会单单我跟她的有问题？我要跟你去做个鉴定。我老公拗不过婆婆，他也想弄明白他和婆婆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就去做了亲子鉴定。这份鉴定报告下来，婆婆差点崩溃，因为报告显示谢薇跟她没有血缘关系。婆婆大哭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我那么辛苦生你，还是难产。我还听见医生问你爸爸是要保大还是保小。万幸的是，我们2个都被保住了，怎么到头来你还不是我的儿子了呢？婆婆伤心地晕厥了过去，我们赶紧把她送去医院。在抢救婆婆的时候，
我看着老公无精打采的脸说：“我觉得你的身世里面一定埋藏了什么秘密，这个秘密或许妈不知道，但是爸应该知道。要不要把爸叫来问问？”老公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担心我不是他们的儿子，但是你跟爸不是做了亲子鉴定报告吗？你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”老公一脸迷茫地说：“是啊，我是我爸的亲生儿子，为什么不是我妈的呢？”我觉得老公已经有点浑浑噩噩的了，他的脑袋里可能很乱，都停止思考了。我说：“所以我们要把爸爸叫来呀，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既然你是爸的亲生儿子，就说明爸一定知道这里面的秘密。”老公回过神：“啊，对，我爸一定知道，那我给他打电话。”公公很快赶了过来。这时婆婆也醒了，转入了病房里。婆婆看见公公就激动：“我问你，我怀孩子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？我是真的怀过孩子吧？我不是假怀孕的吧？我生孩子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是不是难产？医生是不是问你保大还是保小？谢薇是不是我千辛万苦生下来的？为什么他是你的儿子，不是我的儿子？”公公安慰他：“你别激动，等身体养好了，我再慢慢告诉你。我要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，我这病好不了。”婆婆一激动就喘不上来气，公公赶紧安抚她：“你别急，别急，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我们都静下来。”我的心里还有点激动，实在太好奇了。公公说：“老太婆，我跟你是包办婚姻，是我父母逼着我娶你的。跟你结婚之前，我有一个恋人，当我提出要跟他分手的时候，他哭了，我也很难过。我看老公一眼，觉得他和公公的婚姻太相似了，都是被父母棒打鸳鸯伞。当然，老公说过，他和前女友主要是被婆婆拆散的，公公管不了婆婆。我听公公讲完，我最后请他吃一顿饭，我们两个喝了很多酒，都喝醉了。等我醒来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我跟你结婚以后，打算把他忘掉，想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怀孩子的时候，害喜很厉害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所以你怀得很辛苦，我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发誓以后好好待你。你生孩子的时候是难产，医生问我保大还是保小，我当时急得泪流满面，我跪下求医生帮我把两个都保住。我要妻子，也希望留下孩子。医生说他们会尽力，但我必须选择保一个。我最后选择了保大，在手术同意书上面签了字。等待的时候很难熬，我非常害怕你出什么危险。后来医生出来说孩子没有保住，大人也很危险，需要进重症监护室观察2天，不发烧才算度过了危险期。那2天我不敢睡觉，一闭上眼睛就是你怀着孩子大腹便便的样子。你辛苦了9个月，怀的孩子却没有保住，我不敢想。你醒来知道了怎么办？就在这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我的初恋打来的。他说他刚刚生了一个孩子，孩子是我的，但是他还没有结婚，不敢要这个孩子。我这才知道，在我们分手的那天晚上，因为喝醉酒，我们发生了关系。他问我能不能留下孩子，如果我也不能留下，他就送给别人。我看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你，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一方面，那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应该带回来抚养；另一方面，等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以为这个孩子是你生的，你就不会因为孩子夭折而难过了。就这样，我认下了保温室里的孩子，我的初恋离开了。等你醒来的时候，以为谢薇就是你生的儿子。公公讲完了，我们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没有想到我老公的身世是这样的，他也没有想到，坐在那里呆呆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婆婆哭起来，
说：那我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是在帮别人养孩子。呜呜呜！公公说：这怎么叫帮别人养孩子？谢薇不是一直把你叫妈妈吗？她对你那么孝顺，亲生的也未必有这么好。我这个时候觉得婆婆也挺可怜的，一个女人一直把孩子当成是自己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含辛茹苦的养大，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自己的孩子，甚至可以说是情敌的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我示意老公上前去安慰安慰婆婆，但是她呆坐在那里，不看我，也不看任何人。跟她结婚几年，我还是了解她的。她这个人有点钻牛角尖，遇到一点事情就一直在那里分析。我估计她这会儿还在分析，她到底为什么不是婆婆的儿子，她的亲妈又是谁？她钻在牛角尖里出不来了。这时候显然也不适合询问她亲妈是谁。婆婆这么难过，要是提到老公的亲妈，她只怕要寻死觅活了。公公一直安慰婆婆，又向婆婆道歉，说她也是迫不得已，因为婆婆当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死胎。公公这样做是为了安慰婆婆，本来以为这个秘密会隐藏一辈子，但没有想到最后会因为我女儿长得太漂亮，婆婆疑神疑鬼。她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揭了开来。过了很久，我老公总算回过神了，看着我婆婆说：妈，您别想太多，我就您一个妈，不管您认不认我，反正我认定您了。这话给了婆婆很大的安慰，她又大哭起来。后来我们谁也没有提这件事情，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婆婆出院后，我们这个小家庭又回归了以前那样的平静生活。我公公依然住在他那套房子里。我这个时候也明白公公婆婆之前争吵的原因了，因为婆婆知道公公有一个初恋，她的心里有很大的醋意。只要我公公一发呆，她就说公公是在想初恋。但事实上，我婆婆根本没有见过公公这个初恋，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我婆婆为一个她心里想象的情敌，跟公公较了一辈子的劲，而我们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其实也不平静。婆婆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势和盛气凌人，相反，她对我们客客气气，就像是客人一样。我老公对她也不像以前那样说话很随便，以前他动不动梗着脖子和婆婆顶嘴，现在也是客客气气的打招呼。原本亲密无间的母子俩生分了很多。我看到这状况有点好笑，因为他们现在的相处模式很像婆媳之间，是一家人，就是亲热不起来，说句话都生怕得罪了对方，更不敢说什么过激的话。我不知道他们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，或者还能不能回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母子状态。而我的心里还有一个疑问没有得到答案，就是我的亲婆婆是谁？我认识吗？我估计我老公也想知道，但我们谁也不敢问。几个月以后，婆婆和老公之间的关系有了些许缓和，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母子俩顶撞来顶撞去的，但是聊天随便了很多。有一天下午，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初中同学打来的，说刘老师病了，想见见我。这个初中同学就是刘老师的女儿，跟我是一个班的，我们的关系也比较要好。刘老师一向不愿意麻烦我们这些学生，他生病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现在他想见我，才让他女儿给我打电话。我于是去了医院，看见刘老师骨瘦如柴地躺在病床上，50多岁的人，衰老的就像有70多岁了。我心痛地说：老师，您生的什么病啊？怎么瘦成这样了？老师慈祥地说：也没什么大病，我瘦是因为操心重，带孩子嘛，难免操心重。刘老师特别热爱教学这门职业，特别热爱他的学生，从教几10年，他的桃李满天下，
然后刘老师跟我闲聊，问我孩子有4岁了吧，调不调皮？我回答了他，又从手机上面翻出孩子照片给他看。他拿过手机，一张一张的翻着，看得满面笑容，然后开始流泪，眼泪大颗大颗无声地往下滑。我的心就紧了。我不知道老师看我手机的照片为什么如此伤感，我不敢问，也不敢劝说。我想，是因为我和谢薇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吧。他看着我们俩的照片，会想到很多我们上学时候的情景。而我和谢薇的婚事还是老师撮合的，虽然是我婆婆托老师来给我说的，但在我们恋爱的时候，老师经常跟我谈心，询问谢薇对我怎么样，所以老师也是真心实意希望我跟谢薇能够幸福。遗憾的是，我和谢薇结婚的时候，老师因为出差在外，没有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后来他还给我封了一个红包，红包里面不是钱，而是一副大红对联，是他亲笔写的，祝贺我们新婚的。老师看完了照片，也停止了流泪，他抹了抹眼泪，叹息说：“哎，老了，想当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结婚，现在我的孩子跟你一样大了，我也抱孙了。老师的丈夫去世了，身边只有一个女儿，是招的女婿上门，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。只可惜老师现在病了，不能再返回3尺讲台了。我告辞的时候，老师说等周末你和谢薇带女儿来玩吧。我应道好的，老师，那您好好养身体，我先回去了。老师又不放心的叮嘱，你们周末一定要来呀，我等你们。我本来以为老师说的是客气话，但听到老师后面这一句，觉得如果我们周末不来的话，老师会失望的。回去以后，我把老师生病的事情告诉了谢薇，她也很挂念老师，说那周末我们带女儿去看看刘老师吧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告诉婆婆刘老师生病了，我们去看他。婆婆说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你们结婚还是刘老师做的媒，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应该去感谢他。我们到了医院，婆婆说你们先上去吧，我去买点水果。我们来到病房，在门口就看见老师痴痴地看着外面。我们进去跟老师打招呼，他笑了，叫我女儿来，到奶奶这里来。谢薇把孩子抱到床上，孩子有些抗拒，可能是老师瘦骨嶙峋的样子吓着他了。我对孩子说，奶奶很爱你啊，那天奶奶从妈妈的手机上面看你的照片都看哭了，你多安慰安慰奶奶。我女儿心软，听说老师哭了，她拉着老师的手说，奶奶不哭。老师笑着说，不哭不哭，孩子乖。她一边说，一边又开始流眼泪。我女儿伸出小手帮她擦眼泪，说，奶奶您疼吗？奶奶不疼，奶奶是高兴。老师想哄孩子，可是她眼泪却止不住，她看看孩子，又看看谢薇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我的心里酸楚得厉害。我回过头，无意间看到我婆婆提着水果站在门口，我过去帮她提水果。她说我等一会儿进来。我看见婆婆眼圈红红的，她大概也想哭了，就看着她出去了。我拿了水果进来，看见谢薇上前，握着老师的手安慰她，老师，您别担心，好好养病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老师流着泪点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陪老师待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们怕影响他休息，告辞离开。当我们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公公和婆婆从电梯里走了出来。我公公问，你老师怎么样了？谢薇回答，他病得挺严重的。他病那么严重，你怎么不留在医院照顾他？他女儿在照顾他。婆婆说，你也不能让你妹妹一个人照顾，你跟她轮流照顾吧。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婆婆，
再看到公公红了的眼圈，突然间什么都明白了。我的初中班主任老师就是我的亲婆婆，我老公的亲生母亲，也是我公公的初恋。而我老公还傻站在那里，茫然地看着公公婆婆。我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我们回老师的病房。”结果是我老公一个人进去的。我透过玻璃门看见他拉着老师的手，哭得泣不成声。我也哭了，公公婆婆都在流眼泪。不久以后，老师过世了，他走得很安详。过去了半年，我们才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。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年饭。我婆婆举起酒杯对我女儿说：“来，宝贝孙女，奶奶给你道个歉，奶奶对不起你，我们喝一个，好吗？”孩子端着果汁，咯咯笑着说：“好，奶奶碰杯。”后来婆婆又向我道歉，也跟我老公道了歉，我们互相敬酒，这顿饭吃得其乐融融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坐下来，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聊。我公公忽然看着婆婆说：“有一件事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老太婆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？什么事？你说吧。我跟你结婚几十年，你这个人很爱吃醋，总是跟我争争吵吵。我跟女邻居多聊几句，你都能跟我吵一架。那天刘老师在医院里，你为什么又主动来找我，让我去见他？这件事我也挺好奇的。”所以我们都看着婆婆。婆婆说：“还不是怪你，你要是早点跟我说你的那个初恋是刘老师，我心里早就释怀了。”公公说：“我敢跟你说吗？没影子的事情，你都能够捕风捉影，跟我吵半天。我要是跟你说刘老师以前跟我是恋人，你去跟刘老师打架怎么办？”婆婆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以前年轻气盛，不喜欢你跟女人走得太近，总觉得别人都在跟我抢男人。儿子上学以后，刘老师是他的班主任，我这辈子唯一佩服的女人就是刘老师。她不仅对谢薇好，而是对每个学生都很好。我以前把她当知心朋友对待，什么都跟她讲，讲男人怎么气我，讲儿子怎么不听话，她特别会安慰人。每次说的话，我听着都心服口服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抱怨的男人是她的心上人，我抱怨的儿子是她的亲生儿子。我那天看见她拉着谢薇的手哭，看见他们的眉梢眼角有相似的地方，突然就明白了，谢薇一定是刘老师的儿子。刘老师必定也知道谢薇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但是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来打扰过我们的生活，没有来和谢薇相认。你说这女人是多么伟大呀！如果是我，我肯定忍不住，我肯定千方百计想让儿子叫我一声妈。可是他直到病入膏肓都没有说这句话。我站在他的角度来想，就觉得特别心疼。我想，不能让他带着遗憾就这么走，也不能让谢薇因为没有给他亲妈尽孝而留下终生的遗憾，所以我就给你打了电话。婆婆的讲述让我们又泪水连连，然而我却觉得，在这一刻，婆婆在我心里的形象特别高大。她身上虽然有很多缺点，但是归根到底她还是善良的。正是因为她的这一份善良，才让我老公和他的亲妈之间没有留下遗憾，而他的这一份善良也赢得了我公公和老公的尊敬。公公搬回来跟婆婆同住了，那一套房子租了出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家又开始了顶嘴、回怼、争吵、赌气的家长里短。当然，这是正常家庭才会奏响的交响曲，最后还是会其乐融融。